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节目。今天小编要来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在佛门中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佛门弟子如何面对两性欲望。在正文开始之前，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经书上说，欲为生死之根本，多欲疲劳，少欲无为，因爱欲而生三界，轮回六道之生死。如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出家后我们该如何对待两性欲望？这确实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一个人剃掉头发，卸下一切妖娆装扮，甘愿手持世间人看起来几乎不近人情的戒律，吃着毫无肉心的草，念着没人听得懂的咒，还要莫名其妙盘坐那么久。这些人到底怎么活下来的？为了什么？他们没欲望吗？他们怎么对待欲望呢？其中最感兴趣的难免就是两性的欲望。世间人不明白，难道剃了头发就会像用水洗掉污迹一样，把欲望也剃掉了吗？现在告诉你，没有，剃了头发并没有剃掉欲望的习气。但是一个真正理智、谨慎、认真地对待自己人生、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的人，选择出家，他一定很清楚出家的好处。佛法绝不是多数人眼中高高在上的佛像，古佛青灯前的僧人和盲目拜拜求名求利求姻缘的信徒。你如果未曾深入了解，你永远不知道其中奥妙。不去学习，不去修行，你永远是个迷信的可怜人，就像你守着一个绝世珍宝却不知道其价值一样。当我们初步去学习佛法时，过去的许多困扰与痛苦会如同从梦中惊醒般化为乌有，我们会坐在那里哑然失笑。对于情欲和爱情，佛教修行并不要求弟子放弃爱情，而是以智慧正视爱情。对于爱情，佛法没有加以否定。事实上，佛教不否定任何东西，而是教你认清一切事物的实相。当你真正体悟到一切事物属于缘起性空的本来面目，你就知道怎样看待一切事物了。这是佛法上所讲的智慧。因此，佛教的修行没有要我们放弃爱情，而是以智慧正视爱情。而放下爱情的执着，也就是说，以健康的态度享受爱情，不痴迷于爱情。当失去爱情或是爱的对象时，也能以健康的态度面对，不致失去理性，伤心的死去活来。一般人可能会说，爱情是盲目的，哪能保持健康的爱情？以健康的态度面对失去的爱情，不是很冷淡无情，不像爱情了吗？正因佛法教我们健康的爱情观，可避免盲目的爱情所带来的伤害。所以说，佛教对于爱情看似无情，却有情。佛家所说的禁欲戒色，不只是外在的形式。出家的修行人要断绝情欲，在环境上与外界隔离，这是不用讨论的。然而佛教在禁欲上不是采取单纯禁止的手法，而是讲根本道理给你听。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等等。佛法告诉我们，诸法缘起性空，色无常，苦空无我，受想行识也都是如此。所以对这些色受想行识等身心的现象，要认识其因缘，不要执着，这也就是智慧。从心性上彻底明了之后，自然从根本上断绝情欲，否则光用压抑的做法是很痛苦很难消受的，而且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佛教的修行不是直接抑制情欲的，而是从根源阻断情欲的，就像不用一味的砍枝叶，而是从大树的根砍断，枝叶自然不再长出来。大乘佛教的修行课程与目标是心中有爱有情，但没有情执，而把爱与情扩大为大爱，也就是慈悲。慈就是与人快乐，悲就是拔人痛苦，而且是不限对象的。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说，我与有情众生是一体的，不管有缘无缘，我对待一切众生平等慈悲。
每个人的修行程度参差不齐，要达到这个最高目标，首先要由修智慧下手，逐渐去掉我执，达到无我的果位，这就是小乘的阿罗汉果位。而大乘则更由无我的智慧进一步体悟我与众生一体，而向广度众生的目标迈进。所以有人说，佛教的中心思想就是慈悲与智慧，而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争夺阿罗汉果之位后才能广度众生，只要发心行菩萨道，学习菩萨救苦救难、广度有情众生的精神与做法，就是发心菩萨可以度众生。行菩萨道，一切以利人为出发点，利人而利己，自度而度人，这是大乘佛教广度众生的最佳写照。总而言之，智慧与慈悲的佛教对于爱情看似无情却有情。出家修行是佛教的传统，从印度到中国，出家修行有2大任务：一是自度，为求得自己的解脱，为证得阿罗汉果而出家修行；二是协助他人和护持众生修学佛法，帮助众生得度和觉悟。佛教对出家僧人的要求和禁忌更为严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从外到内对人境界和修为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禁止。下面我们再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看一位比丘尼是如何面对爱情和欲望的。以下会以第一人称讲述。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出家为尼，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出家是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是快乐的选择，是无比积极的投入。我从未从你们的生活中退出，我从未选择逃避，我从未拒绝任何来临的问题。相反，我要用佛法的引导而开发出来的智慧，去更好、更有效地来对待问题和处理问题。虽然我只是初学，相比那么多伟大的成就者来说，我依然是襁褓中的婴儿，但就是个佛教的婴儿，我已经感受到了佛法带来的光芒。这个光芒不是发自任何佛菩萨，那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光，是稍微清醒一点后渐渐散发出来的本性智慧之光。我老是回答我的朋友们，情欲我还有，见到好看的人我还是会看，而且如果遇到有姻缘的人，依旧会控制不住的去喜欢。但与从前不同，我会如何做呢？因果定律是不容怀疑的宇宙规律，今日的相遇相惜都有久远的因缘，不一定是电影中曾经浪漫的海誓山盟才有今日的重遇。你们或许是曾经的仇人，今生来报仇；或许是曾经的债主，今日来还债；或许是曾经的祖孙，因为彼此执着而今生又相遇；或许是曾经的父子母女，今生继续未了的缘分；或许是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因为对方的美貌而起了一念贪心，今生得到这个果报。今生你会遇到这个人而勾起情欲，姻缘就是那么不可思议。当姻缘来时，你无法控制的几近于不合逻辑的喜欢上对方，日夜思念着对方，你只想到你要得到对方，你要满足需要对方配合的各种欲望，丝毫不察觉自己的心是在宇宙的规律下自然运转着。佛陀用各种方法在几千年前就很细致地告诉了我们这个规律，当你明白了再去观察，原来如此。同样，因缘尽时，你再声嘶力竭的想要挽留，都是那么无力，该走的还是会走，一切都将消失于虚空。傻傻的你呆望着虚空，回忆着过去，心痛苦地缠绞着，想着那么多没有满足的欲望，抱怨着，沉沦着。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姻缘会怎样呢？我来告诉你，因为我依旧是个凡夫，因为我依旧有久远以来的习气，因为这姻缘，因为宇宙的定律，当我遇到有缘的人，我的心确实依旧会不可控制地去想。我曾经试着排斥这些想法，但是我发现我越用力去排斥，这些想法就会越强烈。好吧，索性我坐下来，不再勉强自己，舒适地靠在靠垫上，像青春期一样歪着脑袋尽情开始想。我想象我与这个有缘人如所有人向往的最完美的童话故事般结合到一起，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生了一群孩子，然后子孙满堂。
然后我老了，然后我快老死了。当我躺在床上即将死亡的最后一刻，我会想什么？在这个幻想中，我经历了年轻到年老，经历了欲望的满足。30岁时，我做了这个人生的决定，用余下的几十年来为这个决定付出生命的全部。死时，我得到了什么？当年一时的心动结合到一起，恋爱的激情很快变淡，因为不了解而相互吸引，把对方幻想成自己爱情童话的神圣英雄、天使，一尘不染。因为了解而发现对方是有血有肉的凡夫，面对生活中吃喝拉撒的这个人，无论如何再无法把对方看成英雄，看出天使。激情不在，一切都是例行公事，对方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没有太多差别，除了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和虚荣而要求对方忠贞，形式上不可以出轨。但问问所有夫妻，当你坦诚面对自己的心时，你还像当初一样爱着对方吗？你是否心猿意马过？你的心是否出轨过？你是否有时想重新获得自由？如果你青春还在，美貌还在，你是否想要去寻找新的激情？爱情不知道何时已经变成了亲情和社会秩序赋予的责任。如果此时没有社会责任，没有道德责任，有一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带着巨额家财痴迷地追求你和承诺照顾你，你是不是乐不可支、急不可待地跟着他或者他远走高飞了呢？哈哈，如果真的没有，那恭喜你，你一定是甘愿奉献自己成全别人，你是个有大成种性的难得的人。好吧，我跟这个有缘的人会经历这些，从激情到亲情，如同我给自己找了个亲戚。我明白了，你明白吗？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您对佛教徒该如何面对情欲和爱情这个问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